大王，三位姐姐都不在，该轮到我们了吧？奴家的容颜也就只比苏姐姐差了一点儿嘛。大王，吃葡萄。哎呀，你好不知羞，竟然用嘴给大王喂葡萄，我也要。大王，巡剑使江上回来了，正在寝宫外等候召见。召他进来吧。大王，此剑便是轩辕皇帝的佩剑轩辕剑。传说此剑由众神采首山之铜所铸，绘日月星辰，结山川草木，得之可一统四海。做得不错。虽说四海八方皆归孤所有，但这轩辕剑，御剑术，白虹贯日，暴君受死！怎么可能？这便是姜太师你一直秘而不宣的御剑神术，转瞬之间暴起发难，毫无预兆。出招时孤竟完全没有察觉，果然神奇。然而力道甚弱，连孤的皮都刺不破。还是说，太师并未练到家？肉身永固，亘古不坏。明明你灭绝西岐后不理朝政，沉迷后宫，为什么还能把轩辕帝君修炼到这般境界？修行对于孤，就如吃饭喝水般简单，那是你能传递的。本指望江上你这个前西岐第一强者，能给孤带来点惊喜。如今看来，过儿。这轩辕剑虽然材质特殊，算得上锋利，却也没有丝毫超凡灵异之处。看来这世上果然没有神仙，神话终究是神话。是我江上技不如人，今生恐怕再无机会为西岐报仇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今日我虽死，但你这暴君也绝不会有好下场。可惜了。传令下去，巡剑使江上突发旧疾，不幸病故，念他乃前西岐太师，以太师之礼厚葬。这轩辕剑确实是把好剑，不过孤用不上，就与巡剑使一并入葬吧。大王威武，不光威武，还仁厚。前面到底还有没有路呢？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父王曾经说过，孤乃是玄鸟降生，背负大商所有企业。因为孤的武学天赋实在太高了，任何功夫到了孤的手中，都是一学即会，一会即精。即位之后，孤更是将镇国武学轩辕帝尊诀推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三重最高境界，自此立于不败之地。孤的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只能向神话传说中去探寻。可惜这一奢望随着毫无神异之处的轩辕剑的出现而破灭。神话终究是神话，孤不是玄鸟，这世上也没有神仙，没有神仙，便再也没有什么存在能威胁孤。征服了所有土地，打倒了所有敌人，事到如今，孤竟生出一丝寂寥之感。这是何物？这等异象，莫非是神话传说之中的登天之门？似乎形体不稳，随时都会崩塌。都说天降机遇，稍纵即逝。待苏王后、吴贵妃和玉贵人省亲回来，告诉他们，孤有要事离开，大商内外事务暂由王后和文仲太师定夺。虽有些冒险，但这等机缘，
孤怎可能错过？孤倒要看看，这门扉之内又是何等天地。门扉之后，奇异的房间。这是暴君武帝网络小说《地心》，男主角。大概扫完了全文，这本叫做《暴君武帝》的已完结网络小说，还真就将孤的生平描写的一字不差，连孤穿过光门，被莫名力量灌注了一些关于现代世界的常识信息，这样的内容都被记录其中。难道孤真如那热搜所说，孤不仅仅是穿越到了现代，更是打破了第4面墙，从书中来到了现实世界？孤只是小说人物吗？倒是离奇。不过既然让孤来到了这个现实世界，既来之则安之。首先解决这边的麻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的？地心，天要亡我呀！我不甘心！我为了今天，明明进行了那么多的准备，为什么这样？我不甘心啊！我叫潘威，一个平平无奇的网络写手。每天重复着单调且无趣的生活，直到3年前，我随旅游团来到藏区雪山。如今我对那里的唯一印象，就只剩下近在眼前的天边，以及那场激动山摇的雪崩。人们的呼救声被冰雪崩溃之声淹没，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妖人的白光将我吞噬，破碎的冰冷侵蚀着我的意识，对死亡的恐惧占据我的思想。幸运的是，并没有死；不幸的是，整个旅游团只有我没有死。但我没想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莫名其妙的，那日之后，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种神奇的超能力，我将之命名为幻想吞噬。幻想吞噬可以让我具现出现实中不存在，只属于幻想作品中的角色。被具现出来的角色只要死亡，他的一切力量和记忆都会被我吞噬掉，化作我的力量。当然，我并没有狂妄到认为自己能干死具现出来的幻想角色。凡是被具现出来的幻想角色，乍一来到现实，不了解情况下，多半会闹出大风波，根本不需要我动手，自然会有力量解决掉它。这个力量可以是军方，也可以是其他超能力者。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其他超能力者，但我发现这些都市怪谈中的超能力大多都是些烹火、放电、改变身体结构之类，上限和我的幻想吞噬完全不能比。这也让我更加相信自己是命运的宠儿。不过，虽然我的超能力潜力无穷，限制却也很大。具现幻象角色的前提条件是要让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个角色出现在了现实中，而且越强的角色就需要越多人相信，这一点有点难住我了。但并没有难住我太久，很快我就想到了解决方案，并为此制定了详尽的复苏计划。我开始创作一部叫做《暴君武帝》的网络玄幻小说，其中主角地心这个角色就是我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具现对象。2年时间，日更1万字，全部免费。我付出了绝大的努力，终于完本了《暴君武帝》。我在小说结尾故弄玄虚，果然成功的引起粉丝们对地心打破第4面墙来到现实的热烈讨论。哎，暴君武帝你看了吗？早看完了，就是结局感觉有点奇怪，可能还有下一步吧。地心的现代生活，我深知只有这些想要具现地心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计划的第2步：造势破圈。我买了大量水军，为地心打破第4面墙来到现代话题造势，收的热度又能和话题本身相辅相成，甚至一度让话题冲上了热搜榜前10。这次又没请到暴君武帝的作者？没，那位大神从不参加聚会，
也不出席活动，真够神秘的啊！如此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之人，哪是尔等凡夫俗子想见就能见的？很快，够了！能够将地心复苏的种子终于诞生了。接下来，只要等我准备好后，将地心具现到天街上，让它凭空出现在闹市中，引发人群轰动。剩下的事就交给军方，又或者其他可能存在的超能力者。我只需要坐收渔利就行了。原本应该是这样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是发生了。我为了这一天准备了3年。不，刚才接收到的这股陌生的记忆，来自眼前这个胖子潘威，所以这就是姑会来到这里的原因。竟然敢对姑有这种痴心妄想，愚不可及。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不关你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突然就消失了，我跟他也不熟，他欠我钱，我是来催债的。现在他人没了，我钱也打水漂了，能放我走了吗？那你就不好奇姑的身份吗？不好奇，一点都不好奇。行了，别装了。姑有潘威的记忆，你最好坦白从宽。他有潘威的记忆？他怎么会有潘威的记忆？等等，文本里记录潘威推测的幻想吞噬的缺陷，如果自己死在被具现角色前头，有可能会反过来被具现角色吞噬掉记忆和能力，这是真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你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叫商小云，性别女，年龄18，爱好……说重点。重点就是我掌管上千水军，漫威雇我炒作暴君5帝主角打破第4面墙穿越到现代的话题，但那个死肥宅拖欠佣金，只付定金不结尾款，我黑了他电脑，知道了他的住址。我真的只是来要钱的，是他自己非要给我展示超能力，把你召唤出来，然后体力不支就嘎了。没说假话。现在给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那个大佬大王，我觉得如果不是我，大王或许真的会被那个肥宅暗算了。那肥宅原本的计划就是等自己锻炼一段时间，身体强壮起来了，再来复苏大王你。到时候大王就会一脸懵懂地出现在闹市里，肯定会惹出大麻烦，那样搞不好真让他给得逞了。是我突然登门，追着他不放，他为了说服我，向我证明他是超能力者，奇货可居，这才提前发动了能力。结果自己没用，不仅投放的地点搞错了，而且还停不下来，直接被能力吸干了体力，最后死翘翘。反过来成就了大王你呀！大王，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功劳？你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按照姑对潘威记忆的分析，你似乎不应该对他的能力了解得这么清楚。完了，为了活命不小心暴露底细了。等等，我完全可以说实话呀，这样活命的可能性更大。潘威这个家伙有个习惯，喜欢什么东西都用文本记录下来。我不是黑了他电脑吗？不仅查到了他的住址，还查到了他所谓的复苏计划，就对他的超能力什么的都了解了。我找上门来，表面上是来催债，实际上是过来试探下，看看他的超能力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想和他合作干几票大的。其实我也有超能力，而且这个超能力和幻想吞噬简直是天作之合。大王，你现在应该也有幻想吞噬的超能力了吧？哦，你也有超能力，展示给姑看看。好的，大王。
袍哥，姑的寝宫。对，就是您的寝宫。虽然可能会有些细节有偏差，但是根据潘威的描写和他找到的那些资料，这个场景的还原度8、9不离10。我的超能力是全息投影，可以凭空制造让人分不清真假，并能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幻象，不局限于人和物。这些幻象看得见摸不着，拿来做一些真实无比的影像片再合适不过了。以后如果我们想具现新的幻想角色，就不需要像潘威那样布局3年那么麻烦了，甚至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我已经确定了几个方向了，最近有几部作品有在跟暴君武帝炒作类似的话题，只要我们抛出橄榄枝，双方合作一下，不仅是朝歌，大王你今后就将成为万千幻想世界幻想角色的主人。很真实的幻想，而且还能覆盖现实，连姑也看不出丝毫破绽。唯一的缺点就是花架子受不得力量冲击。大王，那个合作……姑初来乍到，对超能力的本质并不熟悉，可不想重蹈潘威的覆辙。莫非你想姑也为他人做嫁衣？没有，大王，我完全没这么想过呀。不过你没有对姑说假话，这一点值得赞赏。这样吧，姑初来这边刚好缺一伺候起居的陪侍，这个职位就赏赐给你吧。陪侍？对，只是陪侍。你虽有几分姿色，但远不如姑的爱妃，就无需侍寝了。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不过看样子地心是不打算杀我，而且留我在身边了。这不全是坏事。第一是我命保住了，第二就是根据地心性格来看，这家伙对自己人不错，不会过河拆桥。地心的人设等等，怎么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难道您刚才对我用了那个东西？没错，是剜心符。姑可不能允许自己的仆人胡搅乱来。完了，中了这符，如果不听话就会遭受剜心之苦，生死都掌控在地心之手。理论上这符可以抵抗的，但是我完全不会啊。先去给姑寻套合体的衣物来，然后准备好膳食美酒。本来还以为能混个合作伙伴，结果一下降级成了侍女。这个潘威还是有些头脑的，可惜被商小云误打误撞给破坏了计划。这商小云看来会是姑的福将啊。有关超能力的信息，光门灌注过来的常识里完全没有。现在查了查，似乎这方面的传闻并不少，甚至有专门的论坛，但是各方消息混杂，真假难辨。就算是那个商小云，虽然他本身已经是超能力者了，但知道的还是很有限。潘威是在经历了一场雪灾之后觉醒了超能力，你呢？这个呀，去年冬天我去泡温泉，因为太舒服了，所以泡着泡着就不小心睡着了，结果不小心就睡晕过去了。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泡了一宿了，差点挂掉。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有了超能力。所以触发超能力觉醒的条件是什么呢？置之死地而后生吗？我也很想知道。我从小就对灵异超能一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自从觉醒了超能力，我是既兴奋又高兴，于是上网搜了很多相关信息，甚至潜入暗网查找线索。可惜网上能得到的信息都是真假掺杂，无从分辨。你还接触过其他超能力者吗？除了潘威，我还没有接触过第二个超能力者。你对此地熟悉吗？我昨天刚从魔都打飞的过来找潘威的，所以人生地不熟的。不过我听说这里是出了名的乱。
孤的实力在这个世界算什么层次？如果只是看官方消息的话，孤的实力足以一人敌千军万马。但如果全盘接受网络上的信息，孤这点实力又算不上什么了。网上多是些逞能吹嘘之辈，信息也是鱼龙混杂，不可尽信。孤在这个世界的实力到底如何？看来还得亲自下场验证一番。大王，我把你的衣服买回来了。吃饭的话，我们就出去吃吧。我订了最豪华的餐厅，走路都不需要，有豪车专门接送的。不急，你先带孤去附近转一转。孤要看看这座城市，车就让他跟在后面。啊，好贵的。好吧，你是大王，你说了算。大老板，我们到了。好悬啊，差点叫错。好在公共场合他允许我叫老板，不然众目睽睽之下我大王的叫，太丢脸了。啊，好帅呀！这是明星吧？肯定是了，普通人哪有那么帅的？这位大王难道就不知道自己的气质有多夸张吗？之前非要让我带他步行逛街，差点把交通都给堵了。还一逛逛4个小时，我是女人都没他能逛。走吧，头前带路。啊，来了！大明星的小助理不行啊，一副司马脸，还要人提醒才知道做事。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姑娘当助理？没胸没屁股的，你说要是我过去应聘，能不能把她淘汰了？啊！哎，哪来的老鼠和蛇呀？刚刚他们身上什么都没有啊！让你们说我坏话，哼哼！用全息投影吓唬人，可是老娘的拿手好戏。帝先生，商小姐，欢迎光临海天酒店，我是这里的经理翁美店。服务员，请问这是在拍偶像剧吗？带我们去包房就行了。网上评论都说这酒店的经理身材超好，现在一看，真人比照片还漂亮啊！唉，我要是有这么好的身材就好了。商小姐，您订的是我们这边的甲字房，两位这边请。翁经理，商小姐用完洗手间了。我是过来代表酒店给帝先生敬一杯酒的。啊，那我不打扰两位继续用餐了。哎，大王不留他继续说几句吗？这个翁经理肯定对大王有那方面的心思，相信我，女人的直觉。他留了电话给姑。啊，这么直接的吗？那个大王，我就好奇一下，他有没有资格侍寝啊？庸脂俗粉，姑怎么可能看得上眼？要做姑的女人，除了要有不施粉黛青峨眉、淡妆素裹总相宜的天香国色，还需有击鼓三通寒底胆、弯弓一语落残阳的飒爽英姿。大王要求好高。大王，你刚才是不是串戏了？这些字好像不应该是商朝有的吧？这你要问潘威，姑不过是他笔下的小说主角而已。好吧。那个大王，您既然来到现世，有没有什么目标啊？姑尚在考虑之中。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来听听。现在这个世界的水很深，我们国家也很强大，功夫再高也怕菜刀，不是，也怕核弹。那个，我还是担心您想复辟大商帝国，所以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咱们合开一家公司，就凭您治理国家的能力，做商业大佬，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再说了，商业帝国那也是帝国嘛。完了，怎么突然黑脸了？该不会是我说错话了吧？我刚才不是说您不厉害的意思啊，我是担心您以肉体之躯对抗核武器会吃亏。终于来了。啊？什么来了？
没有菜了呀。什么？这是什么怪物？时机倒是选得很好，正是孤毅力最可能松懈的瞬间。可惜，刚刚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攻击吗？有人试图暗杀孤，但他已经失败了。走。那是狙击手已经死了，说是被子弹。大王，您刚刚是徒手接住了子弹，然后丢回去，爆了他的头。其实孤本来只打算威吓一下，不过这家伙不走运。什么？天哪，这实在是，简直，这简直是太刺激了！今天来深水市真是来对了，我从没经历过这么棒、这么刺激的一天。我见识到了超能力的强大，度过了从未想过的奢靡一天，而且吃了的顶级料理还没付钱，简直超值，省了2万！哈哈。看来你并不怎么害怕血腥与死亡。不错，身为孤的侍从，这点起码的胆识是要有的。这个嘛，主要是我平时喜欢看暗网，不过亲眼见到死人，今天还是第一次。但是完全找不到任何身份标识，这人好像很专业呀。最关键是，大王为什么会被他盯上？是潘威做的。潘威在不久之前贷了笔款，用来悬赏孤的。他倒是没有指望杀手能直接杀了孤，只是在孤被召唤之后，如果选择了潜伏，那么这些杀手就可以保证让孤不得安宁，把事情越闹越大。也就是说，今后可能还有暗杀。那要不咱们染发改个形象？虽然大王武艺高强，但是暗杀者层出不穷，感觉会很麻烦。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孤问你，这个世界的国家元首，中州的王室皇族，会惧怕暗杀吗？不会，他们位高权重，安保力量自然也很强啊，谁敢做他们的单子？那就对了，他们不怕，孤为什么会怕？只要孤展现出足够强大的实力，自然没有什么杀手组织敢招惹。本来想留个活口，让这家伙把孤的实力传出去，可惜这家伙不走运。不过也没太大所谓，杀鸡儆猴也许效果更好。大王说的对。大王你之前故意让我带你到处闲逛，就是为了把杀手引出来吧？猜对了，但没有讲。夜深了，潘威家太脏太乱，找个好点的地方下榻吧。商小姐，这是您的身份证，请拿好。祝您和这位先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这话怎么听起来哪里不对啊？节奏已经调起来了，接下来上机器人就行。算法又改了，没事儿，你等我几分钟，我更新一下软件。啥？什么叫约会去了，混蛋？我是去深水市要账去了。哎，具体情况不好说，反正短时间内不会回去了。商小云，来一下。来啦！休整啊，挂了，回头再说。大王，我按的还舒服吗？笨手笨脚的，算了，别按了。大王，要不我给你找专门的按摩女技师？不用，孤的身体，那些庸脂俗粉还没资格触碰。今天辛苦你了，整体安排孤还算满意。以后孤的衣食住行，记得都要按这个标准来。大王，我是小的不为大王安排，
但是国库并不足以长久支撑今日这般的开销啊！我就这点家底儿，才有1个月就花光了。那姑就先给你点福利好了，把浴巾脱了吧。啊！把浴巾脱了？大王，会不会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完了，我要被地心霸王爷上弓了！你在说什么？姑要给你传功，隔着浴巾容易出差错。啊，传功啊？不然呢？你以为姑想对你做什么？就你那小身板，姑早就说过没兴趣了，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好的。人家是女孩子嘛，容易害羞的。别废话，把浴巾扔一边，原地盘腿坐好。哦，啊，好舒服啊，身体暖暖的，疲劳完全一扫而空。大王这是为我灌输了真气。很好，真气果然对你们也有效。身为姑的侍从，手无缚鸡之力可不行。姑先为你打通经脉中的堵塞，之后再传授你一门便于修习的速成武学，你好好练。谢大王启奏。我就说跟着地心没坏处，好处终于来了。我伺候了他1整天。别乱动，好好感受真气在体内流动的感觉。我不乱的。气入太虚，灵台自清，复阴抱阳，生生不息。怎么回事？跟着姑念呢。作为初学者，口诀念出来会比默想更容易理解。喂，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了？太舒服了，普通人第一次接受真气传功，多多少少会有些不适，没关系，习惯了就好。起来，我们继续。好。那个大王，为什么？是我太笨了吗？为什么练了这么久，一点效果都没有？怎么会这样？这白猿经可是易学著称的速成功法，10几岁的孩童都能1个时辰耍得有模有样。姑能感觉得出来，商小云的悟性绝对不算差，基本功也都掌握了。但就除了姑一开始灌输的部分，他体内完全酝酿不出真气。难道那个世界的武学对这个世界的人并不通用吗？失策。啊？那个大王，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要不我自己回头多练练？不，应该是因为我大商的武学终究是来自潘威的幻想故事，所以对现实世界的人类并不适用，不是你的原因。哦，这样吗？不过还是谢谢大王，虽然练不了，但接受了大王的传功，我身体感觉像换了新的一样，轻盈顺畅，比喝了某洞还精神。传功是姑给你的额外奖励，你还想要什么？既然大王这么大方，那我也不客气了。实不相瞒，我钱权色都想要。野心不小。色，你现在年纪尚小，不可沉溺于男色。权，姑一时半会儿给不了你。至于钱，你自己先洗一下，姑出去等你。等你出来，姑再告诉你怎么赚钱。大王，我洗完了。你过来看看这个帖子。啊，帖子？哇，这个叫青龙的沙雕好嚣张啊！你查一查这帖子的楼主，看看他是龙青本人还是他人冒充的。如果确定了是同一个人，你的钱就有了。张局长，你我也算是几年的交情了，帮个小忙。我这儿犯了点小事儿，得罪了青龙帮，您这2天帮我挡一挡。哦，我保证就2、3天的事儿，等我这边安排好了，马上就出城，绝对不多麻烦您。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您白帮，等事成之后。刘先生啊，如果你真是犯了点小事儿，我当然乐意拉你一把。但是，你这回捅的篓子，可不是什么小麻烦呀！混蛋，你出卖我！
这是你自己留的尾巴，别诬陷人。滚开！靠，这家伙很难打呀，什么来头？他以前打黑拳的，和区长攀了点关系，想上岸，有了点关系就自以为很牛，居然都开始打我们青龙帮的主意了。敢偷老大的东西，必须削他！记得抓活的。八级崩神！这一拳下来，又得养一段时间的伤了。这就是柳先生改良过的那套8级拳，一拳破墙，感觉很牛啊！谁？要不咱们再过2招试试？这家伙反跟踪做得不错啊，不过终归还是难不倒本小姐。大王，查出来了，发体人 IP 所在的房屋确实是在青龙帮的资产，而且从发体人的语气来看，是龙青本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啊。你很了解那个龙青？也没有，就是抓数据的时候顺便查了查她的事迹，她其实是个女的，想不到吧？龙青是青龙帮上一代当家龙浩的独女，从小就被老爹寄予厚望，被当作继承人，甚至是当作武打明星来培养。龙父为她打造人设，拍摄黑帮电影积攒口碑，带她进行各种训练，无论是枪械使用还是近身搏击，他都十分擅长，而且最重要的是8级崩拳。这怎么会？他似乎还是个超能力者。就这点力道吗？不要！抱歉啊，张区长，抓贼动机闹大了点儿，把您的宅子给打坏了。您的桌上我放了一些小小的礼物，以示敬意，同时也是为了赔偿您的损失，请务必收下。年轻人嘛，办事有冲劲，有活力，总体还是很好的，下次注意就行了。他还没说。总之是承认偷了，但就是不肯说藏在哪儿。嘴这么硬，那我再翻翻他手机，这是暴君武帝。哼，你小子还爱看网文？看网文怎么了？看网文怎么了？看网文就证明你是个废物，欠打！哼，废物就废物吧，还看的刚好是网文里最傻缺那个暴君武帝，什么狗屁地心，还什么阴伤武道，智障一样。商朝的原始人有什么武功？笑死人了！老大怎么忽然对网文的意见这么大呀？之前上网被军暴武帝的粉丝喷了，这2天心情一直不好。记得小说里有说地心一招什么黑玉龙拳，一拳几吨力量，又说这一招逼近音速，哼，合着几吨力就可以破音速了？看老娘这招1秒10拳，不还报什么黑玉龙拳？哼，吃老娘几拳就不行了，毕竟是爱看暴君武帝的脑残。刚刚是谁在满嘴喷粪？太臭了，太臭了！这么大张旗鼓来我青龙帮地盘上闹事，兄弟，你们混哪条道的？不是你们在背后说我家大王坏话吗？怎么现在想不认账？我们说谁坏话了？大王？难道说？没错，你眼前的就是大商之主，周的覆灭者，王朝的继承人，辉煌之路的引领人，天下第一的武者，众王之王，地心是也。什么玩意儿？你说你是地心，我还说我是如来佛祖呢。脑子没病吧？跑来 cos 地心？哎，你别说啊，造型确实和小说内容对得上，用心是挺用心的。所以你们到底要干嘛？来搞笑的吗？哼，你就笑吧，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这帖子是你发的吧？某牙那个是老娘我没错。哼，
那就对了，赔钱。你的帖子对大王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大众产生的坏影响不可估量，再算上精神损失、被网暴的可能，还有种种影响可能带来的武功损失，不多不少1000万，你得赔这个数。真在搞笑吧，这俩人？原来如此，我算是知道二位要做什么了。你们先退下吧，剩下的事我来处理。怎么回事？老大的态度……那个人不就是个神经病吗？对面可能脑子是有点问题，但是实力依然摆在那儿啊。总之，这不是我们能掺和的事，走吧。说实话，我是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粉丝，特别是狂热成你这样的人，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什么？你是真打算为地心讨个公道，还是说这只是你的伪装而已？姑就是地心，地心就是姑。姑这次来也不是要为谁讨个什么公道，只是姑现在有些缺钱，又恰好看到你在网上说姑的坏话。哼，说到底你还是要钱是吧？那就先打了再说。龙气护体，挺像不像样啊？都这局面了，还玩角色扮演？你也是超能力者，果然是超能力者，虽不知是什么能力。你分明识得这轩辕帝尊诀，却硬要说什么超能力，可笑！姑有必要掩藏着一身的本领吗？这臭傻子，术系还真深。哼，那我必须和你吐槽一下，你的轩辕帝尊诀究竟有多傻、多扯淡了？还是那个最经典的例子，轩辕帝尊诀中最出名、最经典的弱智招数，只有几吨力量却能破音速的黑玉龙拳，你怎么解释？解释什么？姑能只用几吨的力量破敌，自然也能急速出击。这黑玉龙拳有何问题？力道不错，这便是所谓的小龙人呢。疏忽了，这家伙原本以为他是某种能量操控系的能力者，近身破坏力并不强，可刚才他那一拳的力量堪比步枪子弹呢。好身手啊，兄弟！你的出拳确实很快，不过这也不到音速啊。而且，你能用极快的速度攻击，却没有极快的反应力闪避攻击。看哪里呢？那姓姜的当你的面飞剑你都反应不过来，这更是不合理。什么？糟了！你根本不懂姜尚御剑术的精妙之处，而且你也搞错了一点，姑从来都有闪躲的能力，只是这既不符合姑的习惯，也不符合姑的战术。完美无瑕的肉体，便是姑最好的防御手段。给姑下去！姑已经用真气封了你全身穴位，你就在下面老实趴着吧。我好像真的动不了了，真气封穴？不会吧？有一件事姑很疑惑，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对姑有如此大的敌意？没什么好说的，道上规矩，既然老娘输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这家伙还在演，混蛋！地心怎么就能有这么强悍的粉丝？暴君武帝这破书，当初抢了老娘电影的热搜榜单，老娘黑他一辈子。冒犯君王的确是死罪，但姑也并非滥杀之人，你很有实力，姑很欣赏。你什么意思？这是弯心符，姑的意思是，你可愿加入姑的麾下？
他怎么连弯心符都会？他香蕉皮的，老子就是没带枪，不然先给那白毛小子一梭子。在我们青龙帮的地盘，嚣张什么？得了吧，里面打得轰隆隆的跟地震一样，那家伙绝对不是普通人。深水是水深，要是真给惹毛了，说不定咱们青龙帮都得跟着完蛋。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老大什么时候又换车了？是那个白毛的吧？咱们帮派的资金都快被老大花干净了，也买不起这种车啊。那应该是吧。喂，那个，我现在还动不了呢。嗯？为什么喂？和我一起叫大王。大王，我还动不了啊。入戏这么深，这两人该不会精神不好吧？算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下次要记得怎么称呼姑。果然，我去，好神奇，一下就能动了。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太强了。这里打烂了，找个干净地方，你自己也换身衣物，我们谈谈。好，我都听大王的。走吧。喂，丫头你，哦，这是怎么回事？要是再往前一步，就会……不要以为你有超能力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小姐也有，而且我比你先的，所以我就是你的上司，以后要叫我云姐，知道吗？能跟在这个男人身边的人果然都不简单。这小丫头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没想到竟然存着这么厉害的超能力。云姐，很听话嘛。青龙帮不必解散，龙青还以青龙帮老大的身份继续活动。青龙帮的运营一切照常，姑不会加以干涉，但是每个月要及时上缴月供，按当月盈利的4份利算，直接汇入商小云的账户即可。如何？我没意见啊。虽然是加入了这个男人的麾下，但是除了缴纳月供，还是有自由的。很好，剩下的细节就由商小云和你沟通。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直接找商小云，与他对接。放心吧，大王，交给我了。姑这边还有个问题，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时候觉醒的？也是近几年？是的，我是几个月前才注射的觉醒药。觉醒药？你是非自然觉醒的超能力者？对，我也是听说有一种药剂能够帮助人觉醒超能力，所以就花了3000万，还找了无数关系，好不容易才从黑市里搞到的。哼，说实话，帮里现金都被我用的差不多了。只需要3000万的中州币，就能直接弄到超能力觉醒药？3000万弄到的也是残次品，成功率不足40%，失败了甚至可能会死。40%都敢用，对自己够狠啊！唉，在道上混的不够狠，哪能混出头啊？所以你很熟悉超能力者的圈子？只能说认识几个人吧。我老爹还在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办法打通关系。现在哪怕我已经是超能力者了，可是想找他们，他们也不一定理我。不，姑反倒是有些事想要找他们。话说回来，我有点好奇，二位都是什么能力啊？这个问题姑回答过，也是最后一次回答你。此为轩辕帝尊诀的力量，不是什么超能力。我的能力保密。OK， 懂，小妹以后不会再问了。他们有事要找协会的那帮人，感觉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像是朋友，也不像是男女关系，反倒像老板和秘书。而且他们俩的能力，那个无底深渊看上去无比真实，是某种幻象。自称地心的那边，大概是某种能量操控吧。强横的肉身，也是用这种能力强化自己导致的。但是弯心符，算了，别细想，
这些东西应该不是我能随便打听的。总而言之，先听他们的，然后再想办法明哲保身就好。我怎么就招惹到了这2尊大神呢？唉，时候不早，该回酒店了。商小云，你记得找龙清要启动资金。我记得呢，大王。你把账户给我，那500万我等下转给你。不用那么麻烦，手机给我，我给你搞定。行吧。OK， 2分钟搞定。哦，怪不得你和大王能找到我这里，你这女人还真不简单呢。哼哼，那当然，余额不足。哎呀，龙清，你银行卡里就只剩100多万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很人性化的，支持分期。怎么回事？车自爆了！汽车的那个油箱怎么可能炸出这个动静？这是炸弹，有人在车上放了炸弹。刚才要是我也跟上去，绝对死翘翘了。这么大的动静，今天刚认到老大，不会就这么嗝屁了吧？大王，还好你没事。这都没炸死。还是小看了现代武器。若非孤的轩辕帝尊诀本就有聚火引火之能，对高温高热的耐受度不低，这次就栽了。孤很久没有这么狼狈过了。大王，这种骇人的气势，就好像一头暴怒的野兽伺机蛰伏，只等把敌人撕碎的那一刻。你又不是怀疑我吧？不是我干的呀，我一直跟大王在一起，而且我也搞不到这种汽车炸弹呢。孤知道不是你，跟他说说杀手的事。好的，大王。因为一些很复杂的原因，有人把大王放在暗网上悬赏。虽然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留下的麻烦还没结束。在来这里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1次暗杀了，这是第2次。暗网悬赏吗？这有点麻烦了呀。大王，您现在怎么打算？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和商小云一起给孤去调查这次爆炸，孤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还敢对孤出手。好了，最后我再对今天的会议稍稍总结一下。第1次的失败可以说是纯粹的意外，新人调手把眼在界外快时掉以轻心，被超能力者反杀，这可以归结为他咎由自取，业务还不够娴熟。针对把眼的死亡，我们展开了调查，迅速查清了对方是超能力者，并且大致估算了对方的能力强度。这不仅是为同僚报仇，也是因为杀死超能力者有助于提升我们在深水市的名望。我们设置了第2次暗杀，理应万无一失的暗杀，然而依然失败了。我们粗浅地认为对方是肉身异化系的超能力者，但他却具备一定程度的抗爆炸的能力，这再一次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目前这个目标已经突破了单个小队能应付的极限，我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行动应该立即停止。我同意停止行动。区区50万悬赏，确实不足以让我们继续投入。我不同意，钱少不是问题。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来到深水市接的第1个针对超能力者的任务，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并不是超能力者，对其实力估计错误很正常，但对于同为超能力者的我而言，看事情就能清晰很多。不必畏惧，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是杀手，潜藏于暗影之中，做好准备，一击必敌，这才是我们的行事准则。我建议你们使用毒气弹来击杀目标，考虑到经过前2次的刺杀，目标可能会提高警惕，所以在其下榻的酒店房间内引爆毒气弹，这是最稳妥的做法。以防万一，我也将督战此次行动。如果他还能逃过这一次暗杀，我将亲手了结他的生命。戴总这是打算亲自出手了？应该祈祷别让戴总出手，他出手了，岂不是证明我们毫无用处？警报！又有人潜入进来了，
这个深水市还真是名不虚传，3天2头就有人潜伏进来触发警报装置。把监控画面调过来，我倒要看看，这次又是哪个势力的小老鼠潜进来了，正好帮我们测试一下新建的防御工事。报告，潜入者有3人，已经到了。等等，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的任务目标。不对，他们不是潜入，他们是正大光明的从大门攻入的。大王，基本可以肯定了，对你们动手的就是黑沙会。这个杀手组织在暗网里排得上号，名气一般，非常喜欢使用重型火力。听说曾经动用过武装直升机攻击暗杀目标。深水市这边的只是个分部，而且刚来没多久。大王，我也完全确认了，那个老猫就在这栋建筑里面。不过，黑心外贸集团深水分公司，这里看起来不太像黑沙会的基地啊。哼，当然不像了。如果外人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个杀手组织，这还怎么混？外贸什么的也方便他们走私枪械。愣着干嘛？上啊！啊？什么意思？我上？你是指望我一个小女孩去打头阵，还是指望大王屈尊去打头阵啊？哼，好吧，只要我想办法进去杀几个领头的，威慑一下就好了吧？不急，先跟他们打声招呼，唯有他们算尽万策，准备周全，再将其击溃，方能震慑四虎，莫之敢抗。快封锁大厅，地下基地只有这一个入口，别让他们进来。看见目标了，开火！第1组、第2组射击，第3组、第4组预备，进行火力压。什么？糟了！啊！快撤！不能撤！我们的后背就是……哇，这么多人，这么多枪，一下子就被你搞定了。龙青，你还挺有脑子的嘛。老娘要是没点能力，怎么统领青龙帮？大王能放心让我当先锋？龙青倒不是有勇无谋之辈，让姑来闯这一关，也是类似的处理。不过1楼也是他们对外办公的地方，防御确实弱一些。我们真正需要去的地方，在地下。真硬啊！这不是用普通的钢筋水泥做的。直接拆了进地下，怕是不可能了。看来要进入地下的话，恐怕还是得走这条路。傻子才坐他的电梯。这我怎么下呀？抓紧了。等等，直接跳个毛呀！电梯都不放过，龙青你是懂就地取材的。好用就行。大王，这个我真不行了，就知道还会让老娘上，没办法了。开玩笑的，能行，能行。好强的切割能力，我的外甲比石头可硬多了。他香蕉西瓜皮的，真狼狈。不行，高能激光走廊也没办法干掉他们。超能力者的手段无穷无尽，不可能考虑到每一种情况的。不要急，我们后面还有那么多层防护，挨个招呼上去。就算效果不好，多少也能消耗他们一些体力。代号热熔炸弹启动，代号绝对零度启动，代号自杀小队启动。不行啊，根本拦不住他们。没办法，从电梯那边走过来就没多远，根本没有纵深的。可以了。不好，他们快要闯进来了。让我戴总，现在怎么办？他们真的冲进来了！光一个龙青就那么强了？是啊，戴总，快想想办法。安静，梅林大事要气定神闲。戴总小心！
这来势汹汹，看来是我这草台班子没让诸位尽兴呢。你就是黑沙会分部的首领？那把刀看起来不简单呢，比前面走廊的激光还厉害。啊！你们小心，那应该就是戴月城的看家武器——高周波刀，能切开任何物体，比削铁如泥还削铁如泥。没错，我就是黑沙会分部的首领戴玉成，人称老猫。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这里来，那就没错了。姑找的就是你，你还能打吗？没力气了。那你歇着吧，接下来交给姑。你们的遗言交代完了吗？遗言没说完，可以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多少年了，还没听过让姑交代遗言的。戴总救我！战场清理完了，我们开始吧。弄玄虚的把戏，看我扒了你这身皮！找死吧！我看见了。好快的反应速度，竟然打断了姑的攻击。不对，哦，这家伙竟然跟我一样是肉身异化类超能力啊！这造型，猫还是老鼠啊？猫，像老鼠的猫。不过是猫的话，大王那边有点棘手啊。猫怎么了？猫除了机动灵活，它还有一项天然优势，那就是眼睛。猫瞳可以达到200度的广角视野，视觉灵敏度也是人类的6倍。我们肉眼所见的东西，在猫的眼里都会被放慢至1/6，就有点类似于子弹时间。你反应挺快的嘛，还知道往回收劲儿，不然你这条胳膊就废了。你是第一个敢用拳头撞我刀的，滋味如何？你的确让姑感到有些棘手了。这个戴玉成的超能力不仅反应快，还可能会提前预判姑的动作。再加上那把刀，竟然连姑的真气和肉身都无法抵抗，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彼此。很好，很好，你已经点燃姑久违的斗志了。不过很遗憾，试探结束，你没有攻击的机会了。什么？这又是什么把戏？你不是很快吗？他出拳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竟然逼得我只能挥刀格挡，根本无法攻击。这才是真正的黑玉龙拳。看来之前是大王手下留情了。机会，这家伙能量耗干了。嘿嘿，看老子把你砍成2半！不是说我没机会攻击了吗？你说的没错。你哪里来的烧烤味儿？大王！这怎么可能？抓到你了！你竟然徒手抓住了我的刀！可恶，完全拔不出来。人不能太过依赖武器。等等！你还有什么遗言吗？不过我可不想知道。混蛋，只能先撤了。只是被擦了一下，胳膊就快废了。幸好我及时放弃了武器。你尚可。哎呀，最近怎么总是玩心跳啊？还以为大王中刀直接挂了。
商小云、龙青，你们俩休息够了吧？这家伙已经被孤缴械，剩下的那点威胁，对你们来说几乎不存在了。联手去把它解决掉。啊！现在孤能调动的人手太少，只有商小云和龙青。商小云几乎没有正面战斗力，龙青还勉强可用。孤有点想念孤的苏王后了，还有他的傀儡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啊！待会儿别给大王丢脸。不过我第一次出手，还有点紧张呢。哼，得了吧！你给我下马威的时候怎么不紧张呢？2个小丫头片子，还有一个半残的，也想解决我，是不是太小看我了？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有惊喜呢？哼，别废话，上啊！专注眼前，我的敌人。都说了，没用。大王不会无的放矢。仔细一想，戴雨城的能力特性被本小姐完克。待会儿龙青，你只要专注于眼前，盯着戴雨城打就行。因为你的敌人只有眼前那一个，超能力全息投影。说我半死不活，你自己不也受伤了吗？说我半死不活，你自己不也受伤了吗？这到底哪个是真的？虽然知道只有一个是真的，但如果不能确定是哪一个，就没有办法躲避。得手了！我去，龙青，你故意的吧？哼，你都隐身了，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行了，别把人打死了，带过来吧。大王，人在这儿了。这真是一把好刀，正好孤也缺一把刀。你不会是想……弯心符，别乱动，这是弯心符。孤想请你加入孤的麾下。你觉得我会答应？那你试试。你没跟你说过这弯心符的作用吧？弯心符顾名思义，发动之后就要承受噬骨剜心之痛。孤倒要看看你能忍到几时。感觉比我那时候还狠。我是不可能加入你麾下的。还不肯屈服？结束了。你这点痛算什么？我还想要命呢。眼前的痛苦也会左右人的意志，不妨我们试试。太痛苦了，不然就不行，会爆炸的。那个人说，只要产生了背叛的念头，就会爆炸。可是好痛苦啊！杀了我吧！坚持这么久，他可比你强多了。我是识物者为俊杰。哎呀，太惨了，太惨了！快停下！我同意。很好，解除。我同意加入你麾下，但是我们组织为了控制成员，在我们的身体里埋了一种未知的超能力能量，只要一有背叛的念头就会爆炸。你得帮我。刚才起了一点念头，但却没有爆炸，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就算有事，老猫，你的皮肤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头，救救我！我不想死！居然有这等控制下属的招式，孤对你们组织更有兴趣了。不过，死也别在这里死。玄阴真龙降雷泽。这大王也太厉害了吧！这家伙的实力居然可以直接打穿全部的楼层，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地心，
目前他展现出来的实力之恐怖，已经到了令人佩服的地步。坐标：南方22度，东方113度，爆发一场热战。危险指数接近1下位，是近半年来数值最高的一次。那确实挺高的。没想到这群臭虫还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过那位大人定的指标是至少1下位，这个还差一些，不用上报。是，你说的那位大人到底在想什么？深水市再这样乱下去，以后恐怕没有人愿意过来投资旅游了。嗨，大人物的事儿，我们哪管得了这么多？继续监控。忙了一晚上，累死了。不过一个小小的杀手组织，还要孤如此劳神伤力，眼下手下无人，召唤苏王后的事要提上日程了。孤打算将苏王后召唤到现世。苏王后是苏妲己。大王，您终于要使用幻想吞噬的能力了吗？一惊一乍，成何体统？对不起。现在我们的人手太少，而且对于超能力者还没有完全了解，总是处于被动。苏皇后是孤最好的选择，在大伤之时，她就是孤的一大助力。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处理好，别让孤失望。是，保证完成任务。很好，看你斗志昂扬的样子，孤心颇为欣慰。你就别睡觉了，现在就去给孤办妥了。大王，本家那套学不得呀！小女子我平平无奇的一个超能力者，连轴转是真顶不住啊，大王。到底要何时我才能追上地仙？哪怕只是接住那惊天动地的一拳。是云姐的电话。不愧是老大，这沙袋里面可是特殊材质的金属沙，重量是普通沙袋的几百倍，一般人打一拳骨头肯定碎了。老大这都打了半个小时了，都没啥事儿。喂，云姐，什么事？直播给大王道歉？为什么？这个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楚。简而言之，就是大王决定把他的爱妃妲己也召唤到现世，但是需要一点准备。你这个直播就是准备的第一步。这两人越来越不正常了。这个很重要，千万别搞砸啦！组织相信你。知道了，放心吧。好，拜拜。神呢？老大，还有件事儿。你咋躺地上了？你上次让我联系的疑似有超能力者存在的那个叫超维协会的组织，我终于联系上了。啥情况？他们愿不愿意接触？接头的表示要开会决定，大概3-5天，让咱们等消息。西瓜皮的，竟敢让老娘等消息，我祝他活该啊！青龙帮这群人，上次不是和他们说的挺清楚了吗？说不定是有别的生意要谈呢。管他的，咱们拿了钱，等会儿提一嘴就行了。这是什么情况？地狱火！就这，完全不够杀呀！之云，你正常一点。总部，人杀光了。很好，干得不错。找到矿友回来吧。明白。报告大王，关于召唤妲己娘娘的事，我已经把第一步安排好了。做得不错。只要龙青开启直播，我手下的小弟们就立刻开始炒作地心降世的话题。只要更多的人相信大王你的存在，那他们也会顺理成章相信妲己娘娘也能出现。到时候，只要您能在镜头前面露个脸，就凭您这尊容，您这气质，不用水军也妥妥的热搜预定啊！你是要孤像戏子一般配合演戏？这才说声
气就生气了呀。不用不用，到时候我只要制造一个您的幻想，来代替您演戏就好了。就这么办吧。半君如半虎，今天算是领教了。哎，有电话。喂，您好，商小姐，大厅有位叫温美甜的温小姐，说是过来找您的，请问您认识吗？哦，温美甜温小姐是吗？哦，你让她上来吧。好的，请您稍等。大王，您认识这个温美甜啊？他是那家米其林餐厅的经理，亲自来上过菜。米其林餐厅是他，大王，我们欠他2万块呀，你怎么放他进来？万一他是来要钱的怎么办？翁美甜那种身份的人，为了2万块还不至于追上门来，他肯定有别的目的。您根本不懂资本家的本质，别说2万块，怎么来的这么快？你好，我是海天酒店的经理。前几日你们来过我们酒店，我这次……我知道是你，你是来要钱的是不是？那次吃饭不是因为意外被打断了吗？又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好一个不依不饶啊！我们什么身份会刻意来吃你们区区2万块钱的霸王餐？而且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严重怀疑你们侵犯个人隐私。你知道我们是遭遇暗杀了吧？现在还忙着呢，要钱的事改天再说。等等，那次用餐的费用我们早就免掉了。我这次过来是为了找你，还有那天和你一起的男宾谈一场合作。合作？相信2位应该知道，海天酒店是丰创集团旗下的产业，而丰创集团旗下还有个规模更大、更为人所知的文娱公司丰创娱乐。而今天我收到总公司的指示，邀请您参与丰创娱乐即将开展的跨时代企划耀星5人组。这个企划意在组建一个受万众瞩目的超能力明星团队，而这位先生，您的实力与外在条件都完美符合高层的审美，不知您意下如何？超能力明星团队？全都是超能力者组成的偶像团体，你们玩这么花呀？怎么听起来好不现实？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很震惊，以前都只把超能力者当都市传说，真没想到我们总公司已经开始在组建超能力明星团队了。这个企划书倒是看着挺正规挺完善的，不过你不是饭店的经理吗？娱乐公司的企划为什么会派你来谈？这个那是因为大家姑且算是熟面孔吧。大王，这家伙说话都不怎么利索，我感觉不靠谱啊，您怎么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实还真是有趣。其实也不用现在就直接敲定主意，我可以带2位去总公司参观，详细考察一下项目近况，你们再做决定，如何？去看看也无妨。我的天哪，这里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还有这么多服务机器人。需要帮助吗？虽然比不过姑的商王宫，但能做到这些，这家集团确实有些能力。这不是我前老公叶之凡吗？虽然现在妈妈不爱你了，但是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我就说这公司的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就是那个打造出无数娱乐圈传说的流量工厂丰创集团啊！流量工厂？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你应该叫我们造梦工厂。可爱的女士，您就是地心先生吧？我是于总的助理，于总让我过来迎接2位，顺便带2位过去，请跟我来。就是这里了，于总的办公室。是那高尔夫球场和游泳池，
也太夸张了吧！和姑的酒池肉林相比，也不过如此。不过，姑能感觉到，这个人很强。又没见，你就是地心，很好。你这个气质真是太符合我们的预想了，在我的办公室里还能这么淡定的，你是头一个。能和大王这么说话的，你也是头一个。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于森，你可以叫我于总。于总是吧？我叫商小云，是大王的经纪人。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理解。毕竟帝先生是在穆斯奇这种小国家长大，不了解我们中州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啊，是啊。这人竟然敢这么说大王！前几天给大王弄的假身份，但还没来得及和他说，算了，随机应变吧。看来是商小云提前给姑做了假的身份。我想小翁应该跟你们说了吧。我们呢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超能力的偶像团体，目前计划正在实施阶段。翁小姐和我们说过一些，还给我们看了企划书。既然你们来了，那就说明对我们的计划很感兴趣。那不如我们坐过去，慢慢谈。玉总，既然是谈工作，那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谈吧。我家大王不喜欢拐弯抹角。商小姐，恕我直言，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是直接和你们家大王谈比较好。哎呀，玉总，我家大王不爱说话，这点小事不用麻烦我家大王亲自来，不然我对不起他给我的高薪。商小姐，真能全权代表帝辛先生？当然了，反正大王肯定不会同意。那好吧，既然商小姐这么说，就说明帝辛先生很认可商小姐的实力。那我们直接开始吧。你们已经了解了耀星计划，我就不多说了，直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孪生计划。集团受暴君武帝和帝辛现实话题热度的启发，定制了以帝辛先生为核心的晨星计划，并打算让2个计划的团体同时出道。这晨星计划呢，又称穿越者计划，是让成员扮演书中一些深入人心的角色，并称是书中角色来到了现实。简单来说吧，就是想邀请您来扮演帝辛。要不要这么巧啊？让大王假扮大王，玉总你还真是找对人了。当然了，帝辛先生的外形和气质都是最顶尖的，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实力雄厚能帮你们营销的团队。风创正好有这个实力，我们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帝辛先生，有任何不满您都可以提出来的。姑并无不满，你们可以继续。是啊是啊，我家大王这是在认真思考，权衡您说的利弊。这老狐狸，嘴上说着和我谈，眼睛却一直盯着大王，这是不把本小姐放眼里啊！哦，原来如此，这个就是晨星计划的策划案，还有给帝辛先生的合同，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都可以提出来，不论合同里提没提到过，我们都会酌情考虑。我们对帝辛先生非常满意，所以条件也相当丰厚。配车配房还给1000元金，这条件，大公司就是不一样，计划做得这么详细。贵公司制定的计划和开出的条件都非常不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于总，你们这个计划还缺人吗？商小姐，我们这个计划目前还没有招普通人的打算。哦，这段掐掉。不说话，本小姐可是货真价实的超能力者。你很感兴趣吗？没有。啊，可惜以大王的性格，绝不可能屈尊当戏子。男团出道的事只能泡汤了。
你既然是这家公司的话事人，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如此小打小闹的条件也拿得出手，这让姑怀疑你们的诚意啊！帝先生果然见识不凡，这点小恩小惠确实是难入贵眼。见笑了，不过我还做了一手准备。像你这样的人，除了钱和权力之外，最渴望的就是力量了。如果我说我能给你力量，你还会拒绝吗？说来听听。我想先了解一下帝先生的情况。你的超能力是什么系的？什么时候觉醒的？是自然觉醒还是人工觉醒？姑不了解你们的评定标准，在让姑回答之前，不是应该你们先介绍一下吗？原来如此，看起来帝先生对超能力体系并不是很了解。也是，虽然普通人多少感受到了大爆发的存在，但对超能力依然没有系统的了解。虽然超能力有关的事项都是风创的机密，但如果是为了得到帝先生的信任，透露一些基础信息也是没问题的。众所周知，超能力者可以粗略分为自然觉醒者和人工觉醒者两种，而除了觉醒方式之外，每个能力者还可以根据能力种类进行划分。最常见的两种就是肉身异变系，还有能量掌控系。肉身异变系顾名思义，专注于人身体上的变化，包括且不限于反应的加快、力量的提升、感官的强化等等，有的似乎还会使肉体发生变态，使自己具有其他物体的能力。能量掌控系也是如字面意思那样，对于光、电、水等我们常见的能量进行操控。如果说肉身异变系专注于改造自己，那么能量掌控系就是在操纵自然。只有这两个系吗？有没有其他的？龙青大概还可以归到肉身变异系，但我和大王的能力明显哪个都不沾边啊。其他的？哦，对了，还有一部分超能力者，能力既不能划分进能量掌控系，也不算肉身异变系，于是统称为神秘系。这些神秘系全都是自然觉醒者，数量稀少，所见过的记载也都是什么用手心煎熟鸡蛋，连续5天不睡觉也很精神之类不知所谓的能力，不值一提。确实听起来都很弱呢。啊，这么看起来，我和大王的能力相当稀有，至少是他们没见过的。顺带一提，虽然都是超能力者，但每个人的超能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为了方便管理和统计，圈内把超能力者们按照实力高低划分了等级。以我们从酒店录像里看到的情报来初步估算，D先生的能力应该是 A 减级水平，是难得一见的强者。这也是我们迫切想要和 D 先生合作的原因。这个 A 减级是什么水平？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那个青龙帮龙青，他大概就是 B 加级的水平。在超能力者中，他的实力至少胜过了60%的人。然而从 A 级开始，力量就会产生质的变化，就如同 D 先生之前徒手接狙击枪子弹一样，能有资格评上 A 级的超能力者，根本不会被低于 A 级的超能力者打败。在这之上呢？A 级以上就是 S 级的超能力者，能轻轻松松以一敌万而毫发无损，在超能力者群体中仅占了1/1000，是连政府都要密切监控的对象，普通人是不太可能接触到的。还有呢？还有，就算以一敌万，终究还是以血肉之躯的人类来衡量其战斗，实在过于弱小。且不提自然界的天灾所释放的能量，就连人类自身也创造出了各类热兵器，其力量远远超过你所定义的 S 级。单纯的以一敌万，只需一枚导弹就能做到，但若超能力者的顶点只能成为区一枚导弹，那如风创这样的公司根本不会投资超能力者。D先生的眼光还真是高啊！区一枚导弹，口气真大。
你配得上这口气吗？大王！别急，小姑娘，如果老板对她的评价没有误差的话，区区一击根本伤不到她。好快！这个人不仅能变出火，连身手都比龙青强。木兰秋可以了，停手。失礼了，毕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抱歉，确实是我们冒犯了。不过，我认为这是最直观让D先生了解我们的方法。请问D先生，通过刚才短暂的交手，你认为这位木兰秋的实力大概在什么水平？孤虽然收了力道，但能防下孤的一拳，大抵也是 A 级的水准吧。D先生的感觉很准，木兰秋也确实是 A 级的高手，但是3个月前，他也才不过是区 C 级而已。风创为木兰秋量身定制了特训方案，包括严格的饮食、科学的训练、严密的身体与超能力监控等等。仅仅3个月的时间，木兰秋就脱胎换骨，成为了1等1的高手。而这也是风创给 D 先生开出的条件，只要你肯加入，风创也会为你定制独一无二的培养计划，让你的力量更加强大，登峰造极。不知 D 先生意下如何呀？你先回答孤刚才的问题，在 S 级之上，是否还有更强的超能力者？原来你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好吧好吧，虽然我觉得这个话题没什么讨论的意义，现今世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过超越 S 级的超能力者。硬要说的话，只有一本叫做《六合玄荒录》的上古典籍稍微沾了点边。按照《六合玄荒录》的记载，古代的超能力者分为易、灾、灭3个等级。易者可一人敌军，灾者可一人破国，灭者可一人破世。敌军、破国、灭世，很离谱对吧？还有更离谱的，据《六合玄荒录》记载，历史上只出过1个灭级的超能力者，但这个人却在某次爆发力量后归隐山田，从此不问世事。直到弥留之际，他才对子孙吐露实情。待吾死后，尔等须焚我尸骨，沉于湖海之底，永不见天日，以避神怒。神？一个有能力毁灭世界的人，居然会对这个所谓的神害怕到这个地步，甚至不惜把自己挫骨扬灰，也怕引他发怒，是不是很荒谬啊？不过这都是《六合玄荒录》的一家之言，整个世界都没有再出土过能和他互证的考古发现。考虑到古人喜欢夸大事实，《六合玄荒录》的可信度实在太低，最多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好了，我这也算得上是对D先生有问必答，想必毕先生已经感受到了风创的诚意，那我就再问一次，D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孤拒绝。孤拒绝。为什么？你意图把崭露头角的超能力者都纳入麾下，对超能力的了解甚至远超社会。孤没有天真到会以为你如此费尽心思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孤来之前调查过，风创集团除了娱乐圈外，还涉足了运输业、矿业、房地产等行业。而在坊间一直流传着风创集团的各种涉黑传说。今天谈到这一步，你仍没有坦诚道出你要招募孤的真实目的，如此没有诚意的合作，孤拒绝。等等，这部分我确实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并不会派遣D先生去做什么脏活累活，只是偶尔在集团需要的时候，会请D先生出手罢了。你还没听明白吗？和你打算让孤去做什么
没有关系，姑只是单纯不能接受受制于人这件事罢了。走吧。告辞。哼，我是不是对这厮太客气了？居然敢拒绝我！需要我去单独和他谈谈吗？像这种性格的家伙，一旦决定了不合作，那就是软硬不吃，你能有屁用？偏偏他有 A 级的实力，不好明着闹翻。哼，但这不代表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你去准备一下，方案必要提上日程了。是。虽然收了力道，但能防下姑的一拳，大抵也是 A 级的水平了。那个家伙的实力恐怕不止 A 级吧。大王，您都绕了风窗，走了整整一圈了，咱这是干嘛呢？果然，即使隔着围墙也能感觉到，风窗内部有很浓郁的阴气。阴气？姑以前亲临无数战场，尸横遍野之路，大量死者的怨念凝聚，往往肃杀异常，不但寒气逼人，还有一股无法言说的恐惧压抑。大王，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冷，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别沾上什么脏东西。我们走。不愧是青龙帮帮主，家底果然殷实。看这山，看这水，这华丽的装潢，极致的服务，这不比什么7、8十星的酒店更爽吗？在计划完成之前，只能委屈大王先住在这里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还可以。好耶，这下可以省下一大笔住宿经费了。啊？怎么啦？不就是借用你家别墅住个10天半个月的，没必要一来就跟我投诉吧？住房子什么的都算了，关键是我刚看了你给我写的这个剧本，居然让我全网直播承认大王的存在还要道歉，有没有搞错？出来混的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搞这出我的脸往哪搁？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下去啊？小啦，格局小啦，你什么意思啊？开口闭口道上混的，你就只盯着这1亩3分地儿，打算一辈子当个街头混混了是吗？你有没有想过，连那个风窗的老总都亲自来请大王，那大王的潜力究竟是如何的不可估量？如果大王亲自走到台前，可以掀起多少腥风血雨？能有多厉害？光是大王那张脸，随便播点什么都能吸引来成吨的粉丝，再运作一下，炒作到国民级偶像都不需要半年。到时候大王一天的直播收入都能抵你现在1年的进账，你自己算一算，你的面子值这么多钱吗？赚这么多？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有眼光，真好骗。不过，为了一鸣惊人，还需要足够的铺垫，把你所有的社交账号都交给我。不错不错，热度比我想象的还高。本来暴君5帝的热度就非常高，让龙青发个动态，故弄玄虚卖悬念，再买点营销炒作，讨论度很快就炒了起来。很好，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包括你要的后山的烟花也都布置好了。很好，良辰已到，开播！开播！感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这次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并非我的本意，但事已至此，能够把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知晓，也算是一件好事。之前我曾在网络上公开叫板过地心，
认为地心并不存在，并且言辞激烈嚣张。当时的我太过轻狂，不懂世上还有很多自己不清楚的存在，应该时刻抱有敬畏之心。后来，地心先生亲自与我见面后，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我的所作所为，不但给地心先生带来了困扰，也扰乱了公众的视线，我感到非常抱歉。在此，我为之前质疑地心先生存在一事，向地心先生郑重道歉。这写的什么鬼？为了表达歉意，我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请大家慢慢欣赏。让我丢这么大的脸，商小云，你给我记着。很好，直播的热度已经到了第1，现在大半个中州都在关注着这个直播间。光靠龙青一张嘴不足以让人们相信大王的存在，让他直播道歉也只是为了吸睛的开胃菜，正餐还在后面。在暴君武帝原著中，地心为了让妲己取乐，于一夜之间燃放了大商的所有烟火，带着妲己在酒池肉林中一边欣赏，一边寻欢作乐。虽然复刻不了酒池肉林，但一场烟花还是可以搞的。如此一来，就有了和原著相似的场景，以及和原著相似的氛围。加上从原著走出来的人物出现，不由分说的存在感，会让所有在场的人全部认同地心的存在。虽然大王只在烟花中登场了短短几十秒，但那宛如打破次元壁一般的画面瞬间引爆全网。于是我趁热打铁，用龙青的账号又更新了一些视频，表面上是大王的日常生活 vlog， 实际疯狂展示大王冠绝古今的容貌，毫无悬念的热度蹭蹭暴涨。当然，质疑声依旧没有消失，但现在地心已经拥有了一批死忠粉，双方在各个平台上撕的是尸山血海。哦，热度越来越高了，好多以前骂过我们的现在都倒戈了，你还真有2把刷子呀。不够，这些还远远不够达成我们的目标，大王还得继续火下去。继续，今天再拍几条。不要，你干嘛不找大王亲自来拍，非要用你的超能力来投影？大王怎么可能像戏子一样拍视频供人讨论？你傻的吗？而且你那么厉害，为什么还需要我作为平一才能投影出大王？商小云的超能力一直看不透深浅，正好激将他一下，探一探他的底。没有平一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啊，比如不能动了呀、炸了呀、毁了呀什么的。不能动了，炸了，毁了。我去，难道说商小云的能力太强？如果不用我做平一限制住，甚至投影的幻象会侵蚀世界，让我们都死了，甚至整个中州都不复存在。好了，别愣着了，赶紧开始吧。斜靠着，摆个帅一点的动作，拿本书做道具。遵命。准备，很好，保持不动。超能力，全息投影。哎，对，表情再冷厉一点，不要动，不要看镜头。Nice， 完美！每天拍摄完，我自己都要先品鉴50遍，光看这张脸就养眼又解压，实乃制服。明天的头条还是咱们。不过，我总感觉有点顺利过头了，热度涨得太快，快得不自然，就像有谁暗中推了我们一把一样。更新后短短5分钟就传遍了所有网站，这热度已经算得上是现象级了。不忘我在背后助推，
地心果然是人中龙凤，可惜他还是太天真了。我看上的人，什么时候能逃出我的掌心？啊，这是什么？大王，妲己终于穿越次元，找到你了。大王一定要回应妲己哦。这哪来的野鸡？还在文案里直接艾特我的主号，这不摆明了来蹭咱们热度吗？可以直接忽略他不管吧？不，这个冒牌货没这么简单，从妆造到台词，甚至演技都极其稀烂，但一夜之间，在各个平台都爆发了极高的热度，明显背后有大推手。是风创干的吗？就是风创，这冒牌货的主页里，大咧咧的写着“风创集团签约艺人”呢，生怕谁不知道他是假的似的。嘿，不过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可是我的看家本领，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人称互联网哪吒的商小云的真实本领。不行啊，不行啊！多少水军都带不动节奏，什么话题都石沉大海，对面到底有多少人啊？完全抢不到一丝舆论优势不说，还被对方倒打一耙抹黑，粉丝流失了不少。而且你看，现在风创还推出了很多后续企划。什么？反穿越联盟？我操！这些全是现在当红网文的人气角色，他是想干嘛 ？cosplay 大联赛吗？这恐怕就是风创的真实计划，借着地心的热度，把反穿越联盟的名号打出来，制造下一波网红风口，收割流量。他们根本不在乎看客信与不信，需要的只是一个噱头。同时，于森也在向姑示威，他既然能捧出一个假的妲己，自然能捧出假的地心。如果姑不去找他低头，他就会推出一个假货，把姑彻底替换。不止如此，姑一直主打的是真正的穿越者地心。若是风创这个反穿越联盟顺利上线，看客们会怎样想？对啊，人们会反过来质疑，之前的地心会不会也是假的？最后大概率也只会变成全网看乐子而已。最终穿越至现实的地心和大量劣质的 cosplay 主播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两样，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大王是真实存在的。风创显然不可能知道大王能力的底细，他们只是单纯为了炒作而已，连施压大王都是顺带的。但这番误打误撞的操作，无疑会让我们巨献妲己娘娘的计划严重受挫。难怪那天于森那么轻易的就让姑离开了，想来他现在正在沾沾自喜的等姑回去低头吧，实在是令姑百般不爽。看来需要敲打一下风创了。打架？跟风创吗？大王，冷静啊！我们这是文明社会，风创集团不比黑帮和那个杀手组织，他们是正规企业啊。姑自然知道他们是正规企业，但对方既然已经沾沾自喜地舞到了面前，怎么能就这样算了？龙青，给你3天时间，把风创的底细给我查清楚。3天后，我会再去一趟风创。张小云，继续保持账号热度，维护铁粉，不要被舆论直接压垮。是。姑要让他们知道，姑的王后绝不是这种庸脂俗粉之辈。原来大王的怒点在这里吗？什么真地心假妲己呢？这2个 cosplay 要玩到什么时候啊？大王，查到了！这些就是你查到的？大清早的惹人清梦，罪加一等。我也是太着急了。这些就是我查到的风创集团的基本信息和他们最近新筹备的项目情况，其中就包括这个超能力团体企划的进度。这栋别墅里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为了查资料睡不了懒觉吧？正式成员只有莫兰秋和芝云，
他们是同学，家境都不好。大一的时候，同事被星探发现，在风创做了3年练习生，刚准备出道。但他们的超能力被风创捂得太严实了，没查到。嗨，木兰秋就是个玩火的，我们上次去风创的时候他就展示过了。不会这么巧吧？之前那个超能力协会就是被使用火焰的能力者打爆的，下手的该不会就是木兰秋吧？这么明目张胆，不怕警察查到他们头上吗？我猜在上面看来，深水市现在就是超能力者的试验田，只要实力够强，不管是杀人还是灭口，只要不波及普通人，警方都不会管。更何况这个协会背地里也没有干什么好勾当，黄赌毒不该做的都做了，更没人管。这个风潮表面上干干净净，不偷税漏税，甚至做了不少慈善，但这背地里倒是很符合这深水市的气质，和它的主人一样，深藏不露。哦，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在找什么东西，劫财只是用来混淆视听的表现，好让别人忽略他们真正想找的东西，把注意力放在钱上。跟着姑这几天时间，脑袋倒是灵活不少。哪里，还是大王您教导的好啊。后面就是关于那个风创找的那个伪妲己的资料了。这个妲己真名叫苏小娟，之前是个野鸡网站的擦边主播，有30万粉丝，长得还行，就是文化素质低了一些。我查了她学历，小学肄业。可怕，老娘早早出来混社会，但好歹也读过大专。就算风创只想要一个噱头，也不该让这种庸脂俗粉来假扮姑的王后。就是，他们都这么挑衅我们了，我们干脆直接闯进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整个风创值的地方的武力威胁只有那2个人，对大王来说都不叫事儿。该让我做一回渔翁了。大王打赢了我就继续抱大腿，打输了我就另投明主。嘿嘿。能直接冲去黑沙会，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涉黑集团，所以才能肆无忌惮。风创好歹是个正规企业，手段虽然下三滥，但也符合商业竞争。我们这么冲过去不太好吧？姑的手下不需要傻子，姑看你也不像是个傻子。龙青，这种建议，姑不想再从你嘴巴里听到第2次。大王，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不是建议，不是建议。我勒个去，这家伙好难忽悠。好了，商小云，跟风创约个时间，姑要和他们的于总谈谈。好的，大王。欢迎厉先生，玉总稍后就到，请先在会客室等候。这都1个小时了，玉森怎么还没来？到底什么意思啊？现在玉森的助理居然完全联络不上了，不会真要割我们吧？这有什么意义？搞我们心态？赶着现在来见我，算这个地心实现。可惜啊，已经太晚了。老板，安保说他们一直在会客室，已经晾了他们1小时了。要去见面吗？不急，再晾他2小时。是。这次是他来向我低头，就要压一压他的气焰，以后让他做事时才会乖乖听我的话。怎么了？我不是说有什么事明天再处理吗？不好意思，玉总，这件事必须现在就处理，毕竟我们可是有约在先的。久等了，玉总，你可真让我们等了很久啊！什么？警卫呢？穆助理，不好了，那个地心他们3人失踪了。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从监控里消失了。能从监控底下逃脱，甚至来到顶层也没有惊动任何报警系统，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难道是你们其中哪一位的超能力？怎么上来的？这重要吗？
姑既然通知了你要来，那姑就一定会来。现在，李森，我们聊聊吧。开始吧。好嘞，大王，超能力全息投影。你这能力好方便啊！我们快走吧，我在潜入的同时还要分心维持下面的投影，可坚持不了多久。哎，电梯门怎么自己开了？吓死了，差点就撞上。怎么有人走路不看路的？因为你还在隐身呢。记得姑跟你说过的话。放心吧，大王，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风创大厦的顶层。这么高的地方，四周都是玻璃，不觉得瘆得慌吗？瘆得慌？怎么可能？只有不配站在高处的人才会害怕跌落，而如我这种生来就站在高处的人，俯视这样的景色，只会觉得理所当然。地心，你之前敢拒绝我的邀请，我并没有生气，毕竟我这个人实在是惜才。比起强行留下你，我更喜欢让你见识到和风创的差距之后，心甘情愿地来低头。所以我给你个机会，听一听你的要求，但记住，如果你不提出一个让我满意的条件，风创是不会接纳你的。低头，接纳？你以为姑今日来此是想和你谈这些？还要摆谱？我还以为你是更聪明的那种人呢。行吧，行吧，那你说说，你来跟我谈什么？玉总，风创在数日前所推出的名叫大商王后妲己的主播，以模仿暴君武帝中苏妲己这一角色为噱头收割流量，严重破坏了妲己娘娘的形象和路人缘。为此，我们提出严正抗议，希望风创可以立刻停止该主播的活动和一切抹黑妲己娘娘的行为。打断一下，妲己这个角色在很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并不只有暴君武帝这本书。妲己确实有很多，但是玉总，你们公司推出的这个大商王后妲己，到底在蹭什么作品的热度？你心里没有数吗？好吧，退一步，我们用了暴君武帝里苏妲己这个角色，但她也并不属于你们。你们没有暴君武帝的版权，更没有资格要求风创停止继续推出以反穿越为头的主播。确实如此，从法理上来说，我方没有立场要求风创停止大商王后妲己的活动，但即使如此，我方仍要求风创尊重暴君武帝里苏妲己的人设。尊重人设？当然，姑的王后姑最是了解，她所以经才绝艳倚仗的并非只有皮囊，还有她的才学和智慧。所以，即便你们所选的替代品不会操纵傀儡的秘术，长得也不够漂亮，但起码要气质高贵，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甚至能自三军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重要的是，他武艺冠绝天下，无人能及。曾有一位秦氏为睹王后滋润，在王宫外跪了10天10夜，抚琴到手都破了，最终饿得晕倒在地，被王宫的侍卫丢了出去。大王，你这样我脚趾都要抠出一套魔仙宝了，你竟然真的一本正经的说出来了，这戏演的也太投入了吧！玉森总裁，你听明白了吗？苏妲己是有倾国倾城之貌，气质超凡脱俗，如皎皎明月的大商第一美人，她不是你们那个随便找来的野鸡主播可以碰瓷的。我们再重申一遍，请风创尊重苏妲己的人设，停止那个主播的劣质模仿行为。尊重妲己人设？你们气势汹汹的找来，就为了让我尊重妲己人设？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玩 cosplay 玩到人设入脑的，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确实，居然为了这种事情来谈判，这两个人脑子果然有问题。玉总，
我方已经提出了要求，那么风创的回应呢？当然，如果这就是你们的要求，以风创的能力塑造出一个完全贴合暴君武帝原著的妲己，不算什么难事儿。但你也配？帝辛，我给你的纵容似乎有点过度了，才让你赶来向我提出这些无理取闹的要求。但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我话放在这里了，风创不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你只有2个选择：无条件加入风创，或彻底被风创所击败，无论网络还是现实。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玉总，你这就有点人身威胁的味道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即使风创再怎么手眼遮天，也不能真的伤人吧？云姐危险！哟，虽然只是试探一下，没想到反应还很迅速嘛。云姐，我多管闲事了。商小云真是深藏不露，面色不改，恐怕我不出手，她也有办法自保。还好我挡了这一下，不然回去她就要责怪我不够机灵了。没事，做得好。于森，这是什么意思？姑抱着对这个世界秩序和法律的尊重才来跟你谈谈，你居然直接动手伤人，你们风创真是法外之地了吗？法外之地？你们一个新生代网红，一个无名小辈，一个黑帮小混混，这深水市，这风创内部，对你们而言还真是一个法外之地呢。让我来最后给你上一课吧，帝辛。在超能力者的世界里，实力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而你没有资格以实力为筹码来跟我谈判。是吗？老白小心！支援防御！太防了！警报！警报！顶层出现 A 级超能力反应！警报！警报！顶层出现 A 级超能力反应！警报！风创大楼有针对超能力的超灵敏探测器，不过问题不大，下面的保安也都是些虾兵蟹将而已。风创最强的2个人现在都在这里了。警报！警报！顶层出现 A 级超能力反应！警报！警报！顶层出现 A 级超能力反应！这力量，帝辛，你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吗？姑不屑于这么做，只是没有遇到值得姑放手进攻的对手罢了。假设这个支云和木兰秋同级的话，那这里就有2个 A 级的超能力者了，倒是正好可以拿来给姑试试手。哟，连我都认识，看来你们也是有备而来的嘛。于森，你刚才那句在超能力者的世界里，实力才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姑会记住的。不过，有一点你弄错了，你才是没有资格以实力来谈判的一方。你们俩后退。是。玉森，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既然是你先说的看实力说话，那就拳脚底下见真章吧。老板，请退后。我看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行啊，那就动手吧。姑穿越过来后，还没有尽情战斗过呢，不如你们俩一起上吧。口出狂言！龙系护体。不是挺硬气吗？干嘛躲在龟壳里？有本事就出来呀！切，这2个人好强啊！大王没问题的。终于抓到你了！错了，
什么？是孤抓住了你？混蛋！我去，果然还是这家伙厉害呀！对面这两个太没用了。哈哈哈！面对挑衅就要果断打脸，对面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大王真是666！这家伙，难道他是 S 级的超能力者？